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 DJ Fogg 所著的《习惯养成大全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你一直无法养成习惯的科学原因；第二，我们将详细讲解即使在动力很低的日子里，也能绝对持续习惯的超级秘诀。那么现在马上开始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你一直无法养成习惯的科学原因。第一个重点，无论多么懒散的人都能确实养成习惯的方法，就是要理解动机其实并不可靠。当人们想要开始做一件事情时，很多人都会依赖动机，但事实上，动机并不值得依赖。然而麻烦的是，大多数人都误以为动机才是行动真正的原动力，因为奖励、激励等词语被频繁使用，所以很多人都会相信，只要给出合适的奖励，人们就能够养成任何习惯。确实，动机是促进行动的因素之一，但是动机是一种非常善变的东西。昨天还很高的动机，可能到了明天就立刻发生变化。所谓动机，其实就是想要进行某种行为或某类行为的欲望。心理学家有时会用2个术语来区分它：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。但本书作者认为，这种区分说服力不足，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太实用。相反，作者更关注动机的3个来源：自身内在的欲望、奖励或惩罚、环境。首先是自身，人本来就拥有内在的动机，例如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。这种心理其实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本能。其次，动机也可能来自行为带来的奖励或惩罚。另外，动机还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环境有时会推动某种行为，也可能让人远离某种行为。更复杂的是，动机之间有时还会互相矛盾。例如，一方面你想完成工作而努力做事，另一方面你又因为疲惫而想休息，或者明明不想发胖，却还是忍不住吃巧克力或纸杯蛋糕。由此可见，动机并不是单一的，多个动机会彼此冲突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分不清。因此，动机具有以下特点：不止一个，不断变化，互相矛盾，互相对立。正因为如此，想要正确理解并控制动机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试图依赖动机来养成习惯，往往一定会失败，因为动机无法被稳定控制，反而会让人越来越感到挫败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动机是有波动的，动机突然高涨的时候，确实可以激发惊人的力量，比如从危险中救出孩子、逃离老虎、为信念而奋战。这些行为只有在极高动机的情况下才能做到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动机只会持续一瞬间，千万不要指望它能第2天继续保持，或者持续1周。人类本来就是这样的存在。当你受到某种促使行动的刺激时，你的内心会产生某种情绪，这种情绪可能是一时的兴奋感，也可能是恐惧。无论是哪一种，行动背后的情绪都会立刻被大脑合理化。即使这个行动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，或者会带来很大的身体负担，也是如此。情绪总是先出现，随后大脑才会迅速为这个行动找到一个理由，而这个理由就是所谓的动机。在原始时代，这种机制其实非常有力。正是因为这种机制，我们的祖先在看到狮子的瞬间，会立刻产生强烈的恐惧，然后马上逃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恐惧就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动机。但是在现代社会，这种大脑机制反而会带来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人的愿望往往可以长期存在，但为了实现愿望的动机，却可能在一瞬间就消失。尽管如此，人们却常常误以为，为了实现目标而产生的动机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实际上，维持动机是极其困难的，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，因为动机是无法被稳定的控制和设计的。正因为如此，
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不要依赖动机，而是要弄清楚，为了实现目标，具体需要哪些行动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在体检中被医生指出肾功能指标异常、肝功能指标异常，于是你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。但即使你对健康生活产生了很高的动机，如果你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，最后只会产生挫败感。因此，实现目标的第一步是，你必须清楚地知道，实现愿望的具体路径是什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让你的目标变得清晰、具体、可看见，也就是提高目标的分辨率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重点，无论多么懒散的人都能确实养成习惯的方法，就是把愿望和行动明确地区分开。要到达目的地，首先必须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实现某个愿望，就必须尽可能把目标变得清晰明确。所以，第一步就是要区分愿望和行动这两件事。例如，你可能有这样的想法：想减少看手机的时间，想睡得更多，想把体脂率降低12%。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都不是行动，它们不是行动，而是通过行动得到的结果，也就是愿望。所谓行动，是指你现在立刻就能开始做的事情。例如，关掉手机电源，打开课本读5页。那么，应该怎样设计这些实现愿望的具体行动呢？行动设计的第一步，明确愿望。首先要弄清楚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希望得到怎样的结果。把这些愿望或结果写下来，然后再思考是否需要修正。例如，你写下我要减重，这时可以问自己，我真的只是想减重吗？也许你真正想要的是早上起床时感觉更舒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实现目标的方法就不只有减肥。例如，提高睡眠质量，稳定血糖，提升外在魅力，这些都可能帮助你实现真正的愿望。因此，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模糊的愿望写在纸上，根据需要进行修正，找出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目标。这就是实现愿望的第一步。第三个重点，列出实现愿望的行动。接下来介绍第三个方法，列出所有可能实现愿望的行动。当你清晰地想象了自己的愿望，并选择了其中一个目标之后，接下来要做的是，尽可能多地想出能够帮助实现它的行动。在这个阶段，不需要做决定，不需要立下承诺，只是探索各种可能性，尽量列出越多越好。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向朋友请教，甚至咨询 AI 聊天工具。这里有一个很有用的方法，叫做行动群。做法是先画一朵云，在云里面写上你的愿望，在周围的空白处写下各种可能的行动。这个步骤最重要的是自由探索，要尽量保持乐观，不要考虑可行性，不要想着这个可能做不到吧，这个太难了吧，只要想到什么就写下来。作者把这种方法称为魔法杖思维。所谓魔法杖，就是一种可以瞬间实现愿望的幻想工具。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现实一点的行动，但有些愿望其实真的可以通过一次行动完成。不要考虑现实性，只要不断写出行动，这样一来，你就会得到一整组行动，包括意想不到的、很有创意的，或者非常合理的。当行动选项足够多的时候，实现愿望的路径就会逐渐浮现出来，而这些选项会在下一步中再进行更现实的筛选和选择。接下来介绍第四个重点，无论多么懒散的人都能确实养成习惯的方法，就是避免错误的方法。在培养习惯的过程中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来实践。从地点 A 到地点 B 有很多路线，但其中有些路线其实是错误的。因此，我们要从刚才列出的行动群中，先把错误的方法剔除掉。第一种错误方法，凭一时冲动决定行动。第二种错误方法，盲目相信网络信息。现代人每天都会被网络信息不断刺激，有些人会分享惊人的成功故事，
非常厉害的个人经验。比如，你看到一个视频，里面出现了一位佛教僧人，讲解冥想的效果。他说，冥想可以稳定血压，对健康有很多好处，甚至还展示了大脑扫描图片作为证据。你看完后非常感动，太厉害了，这就是冥想的力量。于是当天你就按照视频的建议，坐下来冥想30分钟。刚开始虽然很难让心平静下来，但感觉还不错。然而没过多久你就开始觉得无聊，第二天只坚持了15分钟，之后时间越来越短，慢慢的，冥想也无法让心静下来，想做却做不到，甚至开始产生罪恶感，最后只好放弃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你并不是佛教僧人，对你来说，这个行为难度太高了。僧人所说的效果，只是对他自己有效。我们普通人通过冥想，并没有任何保证能得到同样的效果。而且，网络上的视频也未必都是可靠的。网络内容往往被设计成刺激你的大脑，让你的动机瞬间提高。第三种错误方法，盲目模仿别人成功的方法。很多人还会犯第三个错误，模仿别人成功的习惯。朋友或家人的建议当然很有价值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适合你自己。例如，你的朋友通过跑步改变了人生，但这并不代表跑步就是最适合你的习惯。再比如，朋友告诉你，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人生彻底改变了，但这个习惯是否会改善你的人生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对你来说，可能反而会因为睡眠不足，带来更多的问题。总结以下3种方法都属于错误的习惯养成方式：凭一时冲动决定行动，盲目相信网络信息，照搬别人成功的方法。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依赖偶然性，因此它们并不适合用来设计人生改变。如果想得到理想的结果，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标准，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行动。接下来介绍第5个重点，无论多么懒散的人都能确实养成习惯的方法，就是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行动。在行动群中列出了许多可以实现愿望的行动，并且剔除了错误的方法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认真面对现实。在这个阶段，需要做的是找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行动，也就是选择一个行动，让它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匹配。这个步骤在行为设计中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即使动机很低也能坚持习惯的超级技巧。我们要讲的是，即使在动机很低的日子，也能绝对持续习惯的方法。方法一，找出让习惯难以坚持的真正原因，降低行动入口的难度，反而更容易完成目标。当某个行为难以养成习惯时，可以问自己，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行为变得困难？一般来说，阻碍行动的原因主要有5种：时间不足、金钱不足、身体能力不足、知识或技能不足、是否能融入日常生活。只要找出这些障碍并改善，习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。方法2，把行动的门槛降到最低。即使你选择了正确的行动，如果不能每天坚持，仍然没有意义。很多人虽然选对了行动，却无法让它成为习惯。秘诀其实很简单，让行动变得尽可能容易执行，也就是从极小的行动开始，这样就不需要依赖动机。例如，假设你想每天做20个俯卧撑，如果你的体能比较弱，一次做20个就会非常困难。这样的话，只有在动机很高的时候才会去做，而这种日子其实并不多。但如果你的习惯变成每天做2个俯卧撑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，这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做到。设计新习惯，其实就是在设计确定性。想获得结果，关键是简单才会改变行为。如果习惯无法持续，就应该把行动变得更简单。动机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，但能力会随着重复而提高。例如，如果你每天做2个俯卧撑，坚持2周，你的肌肉会逐渐增强，俯卧撑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
然后可以慢慢增加，先变成3个，下一周5个，就这样逐渐提高。方法3：选择在状态最差时也能完成的行动。很多人放弃习惯的时刻，往往是因为状态不好，例如工作非常忙，身体不舒服，精神疲惫。即使是每天锻炼的人，一旦工作特别忙，也可能停止训练。即使每天跑步的人，感冒的时候也不可能出去跑步。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规律，应该思考的是，在状态最差的时候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习惯就会非常容易形成。那些在状态不好时就无法坚持的习惯，就像根很浅的植物，只要有一点风，就会倒下。但如果根很深，即使遇到暴风雨也不会倒。而这种根很深的习惯，在平常日子里几乎不需要任何负担，就能自然持续。因此，设计一个在最糟糕的日子也能完成的习惯，这才是习惯持续的关键。最后的总结，很多人习惯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意志力不够努力，真正的问题是，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培养习惯。作者在书中想表达的，并不是人一定可以轻松改变，而是一个更现实的观点：人其实很难改变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需要设计一个必然成功的系统。关键在于把行动从意志问题变成结构问题。无论愿望多么伟大，如果没有行动，人生不会改变。但反过来说，即使是非常小的行动，只要每天坚持，也能改变人生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行动，其实是培养习惯最短的路径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把行动缩小到无论什么日子都能做到的程度，不是只在有动力的时候，而是非常疲惫的日子，非常忙碌的日子，心情低落的日子，在最糟糕的一天也能做到。这样的行动，才是真正的习惯。习惯不是用来逼迫自己的，而是用来支撑自己的。如果你过去无法坚持某些事情，那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，只是因为行动的设计不正确。从今天开始可以这样做：分清愿望和行动，把行动门槛降到最低，从极小的行动开始。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宏大的决心，而是每天都能做到的那一小步。人生的改变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发生。所谓突然改变人生的奇迹，其实并不存在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